一会儿功夫你就收我30块钱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师傅，搭电是很简单，一会儿就打着了，但是有机器成本，还有我的时间都是包括在内的。行吧行吧，我转给你，以后再也不找你修车了。朋友们，你觉得我30块钱搭个电到底贵不贵？以后出去搭电，先给客户说一下收费标准，客户同意了，我们再出去搭电，不要惹得客户不高兴。师傅，你今天出去搭电肯定不顺利吧？是的，客户嫌贵，他也不是很开心。这个车修什么呀？这个车没什么问题，就是上面顶棚脏了，要拆下来清洗一下。我和你一起拆吧，快一点。你们这里可以外出搭电吗？可以的，外出搭电要收30块钱。怎么这么贵啊？是不是距离再远一点就要收我50了？咦，不是刚给你搭完电不久吗？怎么又没电了？原来你在这里上班啊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你车又怎么了？我按照你的意思打着了，停了半个小时，再熄火又打不着了，是不是你把我车弄坏了？我弄坏你的车干嘛呀？不应该打不着呀。我去跟你一起去看看吧。把搭电宝拿着，万车宝也拿着，等一下帮他检测一下是不是发电机出了问题。坐我的车吧，我的车快一点。好。哎，你在我车里插什么呢？这个是车主版的解码仪，你的车子搭了电，着了半个小时还是打不着，可能是发电机的问题。我看你就是想赚我的钱，就靠这个小东西能检测出我车的问题吗？可以的，这个是从431大电脑上面1:1复制过来的，基本上里面什么功能都会有的。那就试试吧，如果检测不出来，你把那个搭电的钱也退给我。行，先把万车宝插在接口上，打开碳刷磨完了，我先用万用表给你检查一下吧。电瓶不到12伏，你来像这样一直按着，我去里面踩油门，你看看这个表有没有变化。没变化，还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发电机坏了，不发电。正常电压一般都是14伏，这个换一个新的要500左右，你看要换吗？你还是给我拆下来看看吧。车主还是有点不相信我，让我把发电机拆下来给他看看是哪里坏了。我也没有想忽悠他的意思，正常来判断就是发电机坏掉了，加上万车宝检测出来也是发电机的问题，我才敢断定是发电机坏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发电机，外观是看不出来哪里坏的。把这个盖子敲掉，给车主讲解一下，这个就是碳刷，在门店单买一个碳刷不好买到，从网上订货单换一个碳刷的话要等2-3天。车主愿意等，让我先给他装上。完了！你今天跟我一起出去外面修个车。师傅，修什么车呀？我一个朋友的车，他说踩刹车有异响，不敢开，让我去给他修一下。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下。师傅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把衣服弄出来。好了吗？好了就出发吧。到了，就是前面这个车。我先给他检查一下。咦，他这个车上好难闻啊。他这个刹车踏板行程好大。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开出去试一下。好。这个刹车好软，而且还刹不死。踩个急刹试一下。右边刹车很灵，左边有点慢，这就会导致偏刹。开回之前的位置检查一下。它这个刹车开起来确实有问题，这个刹车片都磨没有了。把它刹车片拆下来吧。用螺丝刀撬一下风泵，螺丝刀插在这里面去。你把方向往这边打死，好拆一点。把方向往一边打死，空间更大一点。这个分泵还挺好拆的，只有一个螺丝。
拆下来了，小兰师傅你看一下。它这个刹车片应该很久没换了，都已经磨光了，而且刹车盘也磨到了，这就是它偏刹的原因。你去把那边也拆一下吧，我去买一套新的刹车片给它换上。我朋友说换刹车盘太贵了，就让我先买一套刹车片换上先用着。这边片也磨光了。我回来了，这边怎么样？跟那边是一样的。把这个新的给它换上吧。新的好厚呀。带依依出来修车挺快的，好多东西可以交给依依去做，做的多了就熟练了，学的也会更快。像平时我们修理厂没有大活的时候，我都愿意带着依依出来跟我一起修车，这样她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依依，你上车给她试一下吧。好。慢点，慢点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你没有提前踩一下刹车吗？我踩了不管用，它这是手动挡的，挂上档直接往前开了。忘了告诉你了，每次换好刹车片都要踩一脚刹车的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依依，你记住，以后给人家换过刹车片之后，一定要提前空踩几脚刹车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你换刹车片的时候，活塞是回位到最大位置的，所以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是有间隙的，需要提前踩刹车，让刹车片紧贴刹车盘，不然第一脚是没有刹车的。知道了，小兰师傅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把人家车给撞了。我朋友这个车倒没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，到时候免费给他修。撞到别人这个车了，我先给车主打个电话。你先把这个车开回去吧，这个车主不愿意报保险，我在这里等他。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，主要还是怪我没有提醒依依。这出来修个车，估计得赔1000多块钱。我朋友那个车刹车片估计都不能收钱了。公司看着还挺小的，手机上注册好了，还需要再激活一下账号。没问题，需要先拍个照。外面这几个车都是来注册的。我的车也要贴拉花了。已经全部弄好了，因为依依之前在手机上把资料都已经填好了，所以来到这边只需要激活一下账号就可以了。我也看了一下，它这个接单还挺简单的，有单子了，这里就会弹出来，这里还会有声音提示，这里有个模拟接单，给你们模拟一下。单子来了，一滑动就确认接单。发车之前再和客户确认一下，导航路线是自动匹配好的。到地方之后点开始卸货，然后再确认一下订单详情。这一单也算是完成了，还挺简单的。依依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这个在里面已经培训过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师傅，要不我来开吧？那也行，刚好你练练手。依依，我感觉你跑货拉拉的技术还是有差点火候，要不晚上你让小廖教你一下吧。毕竟这个车也挺大的，到时候开起来你可能有点不顺手。小兰，我不辞职了，我这几天考虑清楚了，现在是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我想再陪你坚持一下。谢谢你啊，小廖。等修理厂的生意好了，我再招几个学徒，让你当组长。你可不要给我画饼了，我只是想单纯的帮一下你。师傅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小廖他不辞职了，还愿意在这里做。真的吗，小廖？是的，我考虑清楚了。你要吃早饭吗？我去给你买。我不吃了，我减肥。小廖，你要去买早餐的话，给我带个西红柿鸡蛋面。行，不过等一下你要转钱给我。行，你去吧。师傅，今天学什么技术呀？你把这个长城炮挪一下，我把车开过来。你拿个搭电宝过来。现在这个车是打着的状态，但是只要一熄火，这个车就全车断电了。你知道是哪里坏了吗？不知道，这种情况是不是发电机坏了？不一定，你用搭电宝搭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打着。这个车的电瓶在后备箱，不在前面。不对呀，上次我们给奔驰搭电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只有豪车的电瓶在后备箱吗？我说的只是那个意思，每个车型设计的不一样。这个车是混动车，它的电瓶在后备箱。师傅，电瓶是这个吗？对，你把电瓶加上吧。红色加正极，黑色加负极。师傅，打着了，电瓶肯定没有问题。你看一下仪表有没有提示什么？
上面有一个发动机故障，还有一个让检查低压电池系统。这是发动机坏了还是电池坏了呀？新能源的发动机一般都很少坏，平时都是先用电后用油。你先给它检查一下电瓶吧。小刁，你这开的是谁的车？小卖部老板的，他那边的塑料板太旧了，想让我给他换一块。这个可以不用换的呀，翻新一下就好了。我跟他说了，他不信，他说要是不换能变成和新的一样。今天这个早餐他包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小兰师傅，电瓶拆下来了。你把试灯夹在负极上面。你看这个正极电瓶桩头是有电的，这个没有电。这个车打不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12伏的电瓶需要激活。这个方法也很简单，我现在把这个方法教给你。这一根是激活线，用这个试灯点在针脚上面，保持2-3秒就可以激活了。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桩头有没有电。OK 了，很简单吧？但是也不是每个车都适用这种方法，也不是每个车都有这种小电瓶。但是我们学修车的嘛，多学一点是一点，学到的都是自己的。我知道了，那它这电瓶为什么需要激活呀？它这个车一定很长时间没开，导致电瓶深度亏电，电瓶进入保护状态，所以车子才会打不着。好了，把这个电瓶装上吧。小兰，那个车翻新好了吗？好了，你给他送过去吧。好，看着还挺新的。早餐钱老板肯定能给我免掉。装好了就上车启动试一下吧。能正常上电了，再熄火试试。现在熄火也可以正常上电了。可以了，把工具收一下吧。好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在砸车呀？这是你的车吧？你还知道来啊？你都不知道在车上留个停车电号码。师傅，你先听我说，这不是我的车。这不是你的车，你在这里说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不是大哥，你把别人的车砸了，你不得赔钱？赔就赔呗，小姑娘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为了解气。哦，大哥，是不是因为这个车把你的车堵住了，出不来，所以你才会生气的呀？对呀，如果你的车被堵住了，你会不会生气？是会生气，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决的。打开手机，拨打114，按8号键转挪车服务，然后报上车牌号，就可以联系车主让他挪车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耽搁你们时间了，我现在就把车挪走。快点，快点，把车挪走。师傅，你这个车下次可别乱停了，这次没什么损失，要是真的给你砸坏了，1-2句都说不清楚了。我也不是故意乱停的，这个轮胎没有气了，再开刚穿就坏了。你这个车没有备胎吗？可以先换上的呀。我这个是2手车，备胎早就不见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要去找个修理店。师傅，你不用找了，我就是开修理店的，你这个轮胎我能搞定。你能搞定？那你赶紧帮我弄一下。把这个盖板拿掉。师傅，这里扎了一个钉子，我要把轮胎拿回去看一下漏不漏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要是不漏的话，你再打点气给我装上。钉子看着已经完全扎进去了，气压打足一点，等会用水测一下就知道漏不漏气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不在车上放一个挪车号码呢？就算你乱停车了，人家也好通知你，让你挪车呀。还没来得及买，你店里有吗？给我拿一个。有的，我去给你拿。这个是4合1的停车号码牌。4合1，一个停车牌怎么有这么多功能？它的外表是一个停车号码牌，平时可以放在工作台上面，打电话就可以挪车了。这一头是个小 LED 灯，可以用来照明，还有应急灯。另外一头是小小的破窗锤，用这一头紧紧的贴住玻璃，但是要记住，要放在玻璃的4个角，任意一角，放在中间是打不开的。这里面有一块小玻璃，买回去的时候可以测试一下能不能用。玻璃碎了，这个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还有一个功能呢，不是4个吗？还有一个在这个里面，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刀片，也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用来逃生的。车子在受到撞击的时候，安全带会紧急抱死，这个时候按压开关是打不开的。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破窗器抽出来，使用这个隐藏刀片，角度斜一点，一划就开了。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停车号码牌隐藏这么多功能，还挺实用的。
你备一个这个停车号码牌放在车上，再也不用担心发生今天这种情况了。这个4合1的停车号码牌，我建议大家提前去我视频下方购买一个，不要等到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再买，就来不及了。你快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轮胎漏不漏气。好。再冒泡了，这个轮胎肯定已经扎穿了。先用粉笔在这里做个记号。在这里，我教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轮胎。这上面4个数字是代表16年第3周生产的，这个175代表的是轮胎的宽度。轮胎越宽，抓地力越好，但是相对来说油耗就会高一点。这个13代表的是钢圈的尺寸。用撬棍把外面一层拨出来。用这个扩胎器把轮胎撑开，有这个东西还挺方便的。用粉笔画一下破开的位置，把钉子取出来。现在再把轮胎扎钉的地方打磨平整。打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太用力，不要把里面的钢丝磨出来了，到时候就很难补了。把里面的胶屑全部给它弄出来，再把打磨的地方涂上补胎胶。这个也不能涂太厚，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贴上胶片，然后用滚轮把胶片压紧，这样一个轮胎就补好了。现在把轮胎再装上去。一定要记住，轮胎也是有反正的，生产日期都是在外面的。抹点润滑剂。现在把轮胎打上气测试一下还漏不漏。现在气压足够了，没有看到冒泡的地方，可以了，不漏气了。师傅，好了，轮胎已经补好了。多少钱？我先把钱转给你。我们这里补个轮胎是35块钱，今天刚好顺路，你就给我30块钱吧。那不行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，转过去了。谢谢，我现在去给你把轮胎装上。好的。师傅，你在干嘛？这个车停个2、3天，电瓶就没电了，打不着了，我再给它检查一下。这个车不是前2天谁在我们这里换的电瓶吗？是不是电瓶的质量不好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你把这个电瓶拆下来充个电吧。好的。再给它换个电瓶试一下。现在再去启动一下。可以正常启动了。车主说车子放个2、3天就没电了，但是搭电打着之后又可以继续开。现在我给他换了一个满电的电瓶，再放个2、3天试一下，是不是我这个电瓶有问题？现在给他把车锁住。Later。现在车已经放了3天了，我来试一下这个电瓶还能不能打着。解锁已经没反应了，这是他的车有问题，现在连解锁都没有反应，肯定是有哪个地方在漏电。现在我要给车主打个电话解释一下，不是我这个电瓶有问题。现在车主让我帮他检查电路的话也要看运气，运气好的话一下就能检查出来，运气不好的话就算把整个车的线路全部拆出来也检查不出来。但是检查漏电也是有技巧的，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先给它换上有电的电瓶，把正极装上，负极先不装，然后把万用表调到20毫安的位置，表针插在这里，再把2个万用表的表针分别装在电瓶桩头和负极线上。我们现在再把车门锁上，把机盖锁上。我们再看这个万用表的数值，正常锁了车以后，这个数值会慢慢下降，下降到0.05以下都是正常的。我们多等一会儿，让车上的模块多休眠，看一下会不会降下来。小兰，可以帮我把这轮胎充个气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可以的，你往里面开一点吧。什么时候换的这个车呀？我去年换，看看我卖快点。好了，你给我订个配件吧。你要换什么呀？我给你订。这边的门边的塑料板你给我换掉吧。
都发白了，太难看了。下保险丝，然后再看一下万用表的数值。如果恢复到0.05以下，再找到对应的用电器，再继续维修就可以了。外面的保险丝都已经拔完了，没有发现漏电的。再检查一下车内的，把车门锁上。车内保险丝一般都是在方向盘的下面，它这个车是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检查一下里面的保险丝。里面的保险丝也没有问题。哎，它这个行车记录仪为什么锁车了也不会休眠？我感觉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在漏电。我把插头拔掉再试一下。现在再去外面看一下万用表，降下来了 0.05 是正常的范围，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再漏电了。现在问题是解决了，但是这是我花了3天时间才检查出来的问题，该怎么收费呢？哎，不说了，先给车主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情况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阿兰，以后这个车就是我的房车了。前2天在车上安装了一个柴暖，温度能达到100多度。今天我要把这个内饰再改一下，这个顶棚当时是修复的，有些地方坑坑洼洼的，很不好看。而且这个车里面的空间也比较大，上面的这个阅读的也丢了，而且也比较暗。我想把这个车顶再刷一遍腻子，看着会平整一点，所以我就买了2个 LED 的灯，还有一桶腻子。把这个 LED 灯拿出来看一下好不好安装。就2根线，一根正极，一根负极，电压是12伏，连接车上的电就可以使用。我还是打算装在原来的位置，先比一下位置，等会儿在这里切个洞，有28厘米，画好位置就可以切割了。先来试一下这个灯，这2根线可以随便接，不分正负极。把车子发动起来，还可以，这个灯挺亮的。这个车只有锁车的时候这个灯才会灭，为了能控制这个灯，我打算装一个这样的开关，以后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。想要控制2个灯同时开关，需要重新接一根线。接头插上，卡扣卡好，这个灯就完成了。现在接这个开关。小兰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这个车的灯太暗了，我装2个 LED 的灯。你这个还要多久啊？能不能先帮我看看我的车呀？我这个车啊，油耗越来越高了，然后发动机是抖个不停的。火花塞、喷油嘴都检查过了吗？火花塞换过了，然后喷油嘴也清洗过了，可是油耗还是很高啊。排气管有没有检查过？没有检查过。排气管也会影响油耗吗？当然啦，如果排气管堵住的话，是堵3元催化，不仅动力下降，氧传感器也会受到影响。氧传感器是控制喷油量的，所以油耗也会变高。如果堵得严重的话，还会影响水温，它的水温也会升高。那你帮我检查一下嘛。把氧传感器拆掉就可以看到了，然后把内窥镜塞进去。你看你的3元真的堵住了，这些白色的都是积碳，已经堵住了60%-70%了，所以3元肯定不会通畅的。那你帮我换一个吧，我下个月就要年检。打磨好就可以关腻子了。小时候我天天玩泥巴，长大了玩腻子，这个还挺稠的。小雕，给你一盆，我们一起刮。哎呀！在顶棚上刮腻子，估计全晚也就我一个人了。灯还需要先拆掉，防止刮腻子的时候粘到灯上。腻子我买的是一整桶，有个40斤，刮的有点厚，也不知道到夏天的时候会不会裂开。
全部刮完了，现在看着上面还有很多棱角，放一瓶空气除臭剂去除一下味道，等明天腻子干了再打磨一下。你这个车不需要换机油，你去别的修理厂看看吧。小兰，依依好像要跟客户吵起来了。我去看一下。依依，怎么啦？这是客户自己带的机油，他这是电动车，不用换机油的，我已经跟他说过了。哎呦，你们会不会修车？我这是混动的新能源，又可以用油又可以用电。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我的学徒，有些车他还不是很了解。哎呦，这事儿弄的，我自己带的机油，在你们这到底能不能换？可以的，不过要收50块钱的工时费。行，要那个钥匙给你，你给我换一下。好。还有机油。好。你们这有没有那个燃油宝？有的话给我加一瓶，我在那个加油站忘加了。有的，等会儿给你加。倒，师傅往后倒。好，停，可以了。这个月是我做保养最多的一次，其中自己带机油就已经有3个了。依依，你看，这个新能源是有发动机的。我看绿牌不都是电车吗？没有发动机的。我来教你如何识别哪些是电车，哪些是油电混合的车。这个浙 B 是浙江宁波的牌照，主要是看后面的这个字母 F 代表的是油电混合的车。如果这个字母是 D， 那就是纯电的车。哦，那我懂了。先把车顶起来，把机油盖子先拧掉，等会儿机油会流得快一点。小兰，这个不是比亚迪秦吗？是的，你想买这个车？想买，不过我看它最近掉价挺快的，之前10几万，现在7、8万就能买了。那你可以买一台呀，到时候给你庆祝一下。还是过段时间吧，我感觉它还会再降点。新能源的护板还挺多的。这个机油好黑呀！师傅，机油滤芯你有买吗？没有，用你们的吧。你这个车型的滤芯没有，现货的话我要订一个。行，那就定吧。大概多久？好。滤芯还要等会儿到，我先给你把燃油宝加进去吧。我们用的是车普的，可以吗？车普的。这是客户自己带的机油，有3升，都加进去。好了，上车启动试一下。熄火检查一下机油够不够。机油在这个刻度线的中间就可以了。很多粉丝还不知道燃油车和混动车保养有什么区别，其实区别不大。混动的车有3个里程表，一个 EV 里程，一个 HEV 里程，还有一个就是总里程数。大部分保养的时候我们都是看总里程数，实际上我们发动机工作的里程并没有那么多。有些车主都是按照 HEV 里程来保养的，我建议开混动车的车主还是按照 4S 店的标准来保养。